好，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詹淑涵。我们这一节的来宾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理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完我们今天的来宾之后，马上带大家来看到海上的这个霸权的争夺战的角力持续的变化当中，我们就来看到美国的航母好像逐渐的被赶出这个所谓的南海区域了。那我们也来看到这个台湾这边的反应怎么样呢？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赖清德总统说，中国改变现状、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就是中国了。那么台湾想要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这绝对不是挑衅，而是我们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防卫能力。好，我们再来看到呢，反制这个大陆的海警船侵扰，所以总统府还首度兵推高强度的海上胁迫。好，这个是总统府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首次来针对所谓灰色地带的侵扰啦，或是高强度海上威胁展开这样子的一个兵推。那我们也来看到这样子的后续也持续在发酵当中。首先来看到兰德兵推就示警了，中美如果爆发台海冲突，那么呢整个防卫能力要怎么来看呢？首先呢就说了，如果真的因为台湾问题爆发了冲突之后，美国的海军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就是它的这个军舰可能难以修复，而且中国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毕竟就是这么近嘛，那要修复就回去修复就好了。那可是美军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哦，而且现在大陆似乎把美军的底细都摸透了。来看到这个智库的报道怎么说？他说，疲态很明显，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在南海的部署强度已经大不如前。我们这边有这个柱状图给大家显示出来。好，可以看到呢，在这个2023年之后呢，大幅的坠楼式的下降。好，2024年、2025年连续2年都是减少的，而且从这个柱状来看呢，应该是减少了2/3这么多。好，所以我们也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大陆的智库，甚至把他们的次数通通统计出来了。2025的美军侦察机在南海累积出动规模大约是1200架次。好，所谓的大型的演习训练累积122次，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到南海，那么全年至少11艘的核潜舰先后出现。好，不过看得出来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明显了。好，现在再来看到辽宁、安徽的双舰西太平洋首次联合演练哦，甚至专家都说已经打破第1岛链，甚至要到第2岛链去了，整个冲出去了。好，那现在还有的就是大陆的军事武器的出售。哇，也是打开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孟加拉的总理跟这个李强在北京做会谈，那么表示说孟加拉计划要买中国的歼10战机。好，还有这个国家也是恐怕会大买中国的歼10跟空警500吗？好，这个就是阿尔及利亚可能会来做采购哦。所以整个分析就是，如果阿尔及利亚也成功的来整合所谓俄罗斯的重型装备，那么呢，可能中国跟俄罗斯的部分就会在北非、地中海地区成为新的军事霸主了。所以不管是海上还是所谓的整个空中的状态，还有这个武器贩售的状况，现在都出现了一些转变。我们的赖老师怎么来看？赖清德的这个讲话恐怕没有办法说服国际的这些专家，或者是国际的主要的执政者。为什么说他没办法说服？因为赖清德讲的话跟现实刚好完全相反。也就是说，因为跟现实相反，所以他讲的话就说服不了别人，只能够去满足国内所想听到他这样讲话的一些人。可是大部分脑袋清醒的人都会认为赖清德讲的话不是事实，是刚好相反。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是日本要片面的把钓鱼岛收归国有，我想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我们台湾也表达强烈的抗议跟反对那最后两岸之间都有同样的声音说，那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个钓鱼岛。结果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海警船就进来了，因为大陆有警告日本，你不要片面改变现状，你一旦改变现状就回不去了。日本执意不听嘛，石原慎太郎跑到美国去以后，他就由东京都的知事就说我要把钓鱼岛把它国有化，后来是由日本政府把它国有化收。那这样子情形，你看钓鱼岛现在中国大陆控制住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片面改变现状的是日本，不是大陆。黄岩岛也是，原来黄岩岛
本来我们中华民国也宣布那是我们的主权，可是菲律宾阿基诺三世在奥巴马的时候，他要去把黄岩岛夺走，那中国的这个海警船跟军舰跟菲律宾对峙了1个月，后来菲律宾走了以后，大陆就把黄岩岛就收回了，从此以后黄岩岛就控制在中国大陆手中，这也就是菲律宾他片面的改变现状。所以大陆的做法就是，你一旦片面改变现状，我警告你，你不听，我就把现状就改变了，我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是你改变的。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你不要再犯，你要汲取教训。你如果再犯的话，那情况对你不好。那我想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当时大陆就跟美国人说，也跟台独的说，不要片面改变现状，那要守住这个6项保证啊，还有守住这个上海公报。啊，三公报都要守住。那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两岸之间共同的认识，也是联合国的共识。可是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就开始要改变现状了。你看现在，防空识别区没有了，台海中线没有了，大陆在台湾的周边进行演练。那这个一切都是美国裴洛西来台湾，而且大陆已经一直警告说，你这样做现状就改变了，我们就不会让他回去了。现在就回不去了。好，你再看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日本跟菲律宾，明明他们的海域没有交界，为什么？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台湾嘛，隔了一个台湾，他们两边的海域就没有交界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以经济海域是日本跟我们的问题，是菲律宾跟我们的问题，但是日本跟菲律宾是八竿子打不到底嘛。好，他们硬要说啊，台湾不存在，那就是日本跟菲律宾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啊，大概不到400海里。那所以各200海里中间有一点重叠，所以他们要来谈。那台湾被他隐形化了，那大陆也就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哦，也提醒了你高市早苗跟小马克思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片面改变现状，现状就回不去。哎，结果日本跟菲律宾不听，他们一定要这样搞，然后开始开会。开会的时候，大陆海警船跟军舰就进来了，航母也就进来了，片面改变现状就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你看大陆的海警船、科研船，还有这个军舰，各种还有交通运输船、海上管理执法船，全部都在台湾的四周进行他们的这种海权的收复的行动。那这个就是什么？所以赖清德讲的话跟现实刚好完全相反。我建议啊，强烈的建议，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你自认为你是中华民国总统，但是他内心里面认为他是台湾国啊，这个不然的话，你就告诉我，你内心里面绝对没有台湾国，就中华民国，但是不要加尾巴，再加一个台湾，你就是中华民国啊。但是我想赖清德这句话讲不出来，他内心里面啊很强烈的。就是我有机会，我就会改变现状。但是问题就是，当你想尝试改变现状的时候，现状真的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提醒你，再三想一想。所以我在强烈建议赖清德，你讲的话跟现实刚好相反。所以在国际间，你没有办法有说服力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日本先改变，菲律宾先改变，日本跟菲律宾要改变，所以才造成的变化。是美国跟蔡英文他们要改变，所以两岸之间现在台海中线没了，你也回不去了嘛？你说，哎，那个我们还有台海中线，没有人会理你了，因为你赶不走它。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自己本身要想清楚。如果你真的哪一天你宣布台独的话，台湾独立的话，你片面改变现状真的就再也回不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在伊朗打成这个样子，伊朗是什么国家呀？伊朗是被美国、欧洲制裁20-30年的国家，所谓的制裁20-30年，也就是说，先进的武器买不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拿不到，所以它的武器装备各方面是相对来讲，美国来说很落后的。那如果以美国现在的国防工业的科技能力跟中国大陆来说，已经是不相上下的情形下，各位想想，美国连一个跟他差那么多的伊朗都打成这样，跟他的能力不相上下的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的军队规模比他大，国家的总人数比他多，还有 GDP， 我们名义 GDP 美国比他多，但是实质上的 GDP 美国比他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说我敢跟你打架。我都觉得我想不通，连伊朗你都打没赢就要跟人家签合约了，你中国大陆你敢打你敢介入，当然你不敢嘛，
一旦不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演习为什么会次序一直减少，存在越来越少。它现在变成只是勉强维持说，哎 ，hello， 我还在啊，东盟的朋友们，我还在，我在哦，它只是维持这样子而已。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已经退到它的本土防卫了，因为西太平洋已经不是美国的天下了，美国能够守住东太平洋都已经很厉害了。好，点状的一些改变，最后变成全面的一个回不去。舰长，我们怎么看？其实美国是一个很会反省的国家。那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上美国本土，可是美国都南征北讨的到欧洲、到亚洲来作战啊。那他们其实有一套所谓的那个 OODA， 或者是我们讲到说军官团的这种教育啊。那他们的准备是什么？也就是他们现在用大量智库来做有关于解放军的一个研究。那他们有关于这一次，他们研究说，如果真的在西太平洋发生任何的状况的话，他们如何因应啊？也就是我们讲到说，第一个，它有4个一个状况的想定啊。第一个，也就是在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发生舰艇的碰撞。那个就是兰德公司做的第一个想定。第二个想定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其实模拟的，也就是如果在南海，也就是我们看到仁爱礁这个附近，如果发生了交火的情况，那这是第二个想定。那第三个想定是什么？第三个想定其实跟第4个想定跟台湾都有一定的关系啊。那第3个想定，也就是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那这个飞弹，当然他们指着就是跟解放军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那第4个呢，也就是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台湾周边海域一直打到南海的这个部分，那但是他们检讨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检讨的结果，也就是其实他们对于在东亚的这些伙伴国家，他们并不熟悉。那也就是说，这些维修能力啊，他们并不熟悉。他们点出4个国家，但是这里面没有台湾啊。那也就是我们讲到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太远了，那就算了。那有关于日本跟韩国，他们直接指出来，无论是工业能力或者是专业技术，也就是维修舰艇的部分呢，其实他们日本跟韩国是有巨大的潜力的。不过呢，实际上来讲，这些装备你现在韩国跟日本也有共用，但是如果发生我们刚刚讲到的各种形态或者是各种强度的冲突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因应？他说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兰德公司他做的一个讨论的部分。那至于我们看到这一个南海态势感知，也就是北京大学它的一个智库啊，他做的一个研究，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啊，美国在南海几乎已经不再讲航行自由行动，他们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说辞，他们叫做多边海上合作活动。那这个活动跟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手把手带着这个还长不大的菲律宾的军力可以广快的站起来。我们看到在各位观众右手边的这个就是美国，美国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国家，接下来就是日本，日本最多。其实他们都是带着菲律宾能够进行军演，那希望那个菲律宾可以成为第一岛链之中的一个支柱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这一次辽宁舰，它实际上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它只有这一章，也就是5月25号到29号的这一个部分，它其实是很靠近东菲律宾的部分。第二个也就是要返港了，那只看得到这个部分。不过大家比较重视的，也就是我们看到有关于安徽舰的部分。安徽舰跟着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一起走啊，那其实这个并不意外。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这一个海南号，它其实也跟着这一个我们讲到的万吨大驱一起走。他们为什么要一起走？其实大家不要忘了，也就是他们的航空母舰在还没有派驻到远海的时候，他们先训练这一些2栖攻击舰，然后2栖攻击舰
不只是2栖攻击舰，因为它在我们讲到说有关于 OTH 雷达的部分，它可以模拟航空母舰。好，看得出来哦，现在这个场面的对峙之下，此消彼长，非常的明显。董哥，我们怎么来看？其实你看总统府这一场，他就是装模作样，就是假装说我们很那个，这每个人都看穿，因为台湾他想的就是要靠美国嘛，所以偏偏跟美国买军火。川普看得最清楚，川普说美国怎么可能到9500英里的地方帮你打仗，帮一个想搞台独的，让他们以为我们美国要挺他，没有。我们只负责卖军火，他这东西是非常清楚。我觉得赖清德自己也非常清楚。各位，你只要想一想看，马英九时代中国大陆领导人就是习近平，蔡英文时代也是他，清德时代也是他。那为什么马英九时代不需要这样，对不对？我们的阿兵哥只要当兵4个月，为什么？因为台海就那时候就是一个基本就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嘛。不会说我去挑衅你，我来打，因为他的领导人没有变嘛，我们的领导人变了3个，为什么后面这2个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因为你就在搞这一套，谁不知道？所以我们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你要靠美国，这一次才结束了环太军演，31个国家25000人在参与这场活动，就在我们台湾人眼前在活动我们没有被邀请，没有参与，你买那么多武器，连让你来露个脸也不行，这个怎么可能呢？就是这么干啊！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些南太平那些岛国，大家都参与了，你都没办法。人家那国家不到2万人的好几个，都照样可以参加了，你没办法参加，这都是假的啦。顾立雄国防部长被问到说这个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坚毅之龙。什么坚毅之龙？美国跟日本，那他们在等于说在做的那个演习这个演习其实做出来可以讲，从九州啦，还有这些地方在做一个海上演习，当然没有我们的份。然后顾立雄说，我们也应该关心哪里那个勇敢之盾，这个就加了一个澳洲，也是一个活动，我们也同样没得参与所以讲这些其实就是让人家看那种花拳绣腿，然后在那边讲说我们好像有怎么样的准备，没有办法准备。我告诉你。各位朋友，你们真的相信他的什么韧性什么那些东西？你到金门那边去看看，看那些武警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人能干嘛？什么也做不到。我们的渔船业界被人家抓走，你能干嘛？没有，你完全没有办法。你靠的还是一个金门的立委陈玉珍，跟那边交涉把人救回来。你的阿兵哥在那边海钓，不小心飘过去，你能够怎么样？不能，你靠的还是一个金门的立委。拜托那边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小心，不是来探取你机密，还是把人弄回来。我告诉你，我们政府这些都没有用，每天搞花拳绣腿，就是想说两岸有冲突，搞经购大家来捞钱。民进党的想法就这一回事。不仅如此最近不是还说教召直接要14天基本盘，然后女性军官教召也照样要这样办理。这个看出来美国其实就是买东西，他就是要你买东西。那所以我们也来看到他的客户很多他现在还有别的客户F-35当大礼，川普说要以223亿来卖可汗战机 F-110的发动机，对象是谁？土耳其的部分。好，他说这个军售案可以让土耳其的可汗战机计划持续的来推进，那么也再度引发外界的揣测说安卡拉可能呢会重新来加入F-35战机的计划。好，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就是买 A 送 B 啦，这样子一个 combo 起来的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手法哇，真的是这个很会做生意啦。那我们来看到说，现在呢不仅如此，那当然这个是讲玩笑话，因为现在这个世足赛嘛，那土耳其呢面对早就这个取得晋级资格的这个美国队，那最后伤停最后1分钟踢进了绝杀球，最后3-2击败了美国，所以大家就说那川普又送了一个小礼物给土耳其啦，因为反正我们就是晋级了嘛。那如果土耳其就是这样的话，就顺便再捡到一个晋级小礼物吗？总而言之，川普常常大家就说他在商言商，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大家都可以持续来观察。那再来看到川普还吹嘘。好，吹嘘也不是这个新闻了啦，但是他常都吹嘘。那这次吹嘘什么呢？就是埃尔段呢本来要帮伊朗打仗，但是我川普就是我本人靠着一句话就阻止他了。
好，真的是如此吗？好，总之他常常都说就是靠着他嘛。OK， 那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方面又开火了。不是说谈好了什么停火协议啊，什么等等的，还说什么签署了，结果怎么现在又开火啦？是一艘悬挂了新加坡国旗的货船，在荷姆兹海峡的阿曼一侧遭到了袭击。好，这个袭击是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发动的。这件事情在6月25号，所以大家又对这样子的一个美伊之间的关系又充满了很多的问号。OK，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现在还重创了美国驻巴林海军基地哦，所以现在美方要重新来评估整个中东的部署了。虽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重击，五角大厦这边没有正式来去承认，不过呢，他们现在呢，至少在中东地区有20处的美军的这个据点都受到了这个空袭，所以呢，可能会再考虑重新的一个部署的状态了。那再来看到的是，川普现在还有一个东西，他常常就到处卖大豆啦，不是卖武器，卖大豆。现在他这个大豆又想要卖去哪里啊？我们来看到伊朗开酸川普说，美国只会出口黄豆，跳票承诺和讲垃圾话。好，这是伊朗国会的议长哦，他就是公开的驳斥川普政府说他们要买大豆的这个消息啦。那美国的农民也认为说期待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成为大豆产品的大买家，而且要取代谁？取代的是中国。他们觉得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总之，他们现在要面临的困难就是大豆到底要卖去哪里，真的是太苦恼了。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到美国不满中国签证的一个规定，拒派高级官员出席澳门的 APEC 会议。好，就是因为呢，现在呢，中国方面呢要求这个申请签证前往澳门的话，那北京现在是拒绝的，所以呢，美国公民要提供所谓什么紧急领事服务的限制啊，总之规定很多啦。那他们就觉得这就是在干预，所以干脆我们就不要派了，我们就是降级参加这样子。那其实呢，中国大陆这边就说这就是政治操弄啦，颠倒是非啦，干预亚太经合会组织的会议举行啦。总之，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也是回不去了啦。那现在川普的大豆也不知道该卖去哪里了，赖老师。川普讲的话，我想因为连美国人都不信了哈，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信，现在相信他讲话了大概只有20%多啊，有70%多人都不认为他应该要相信川普讲的话。川普讲这句话很明显的讲到说他要把 F-35战机给土耳其，这个土耳其已经被美国人骗了很多次了。过去说 F-16战机要给土耳其，所以土耳其也加入了 F-16战机的研发团队。等到是 F-16做出来以后，土耳其没他的份然后呢，后来就说要开始在研发 F-35，然后呢，土耳其也加入了，研究钱也给了以后就成为他们的研究基金的赞助方吧。那按照他们的规定，就是说新一代的战机一旦造出来了以后，赞助方要优先卖给他们。这因为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让他的盟国更多的钱先到美国来，那美国人拿外国人的钱再加上自己国家的钱，就你有优先权就对，他有优先采购权。优先。可是等到 F-35战机做出来了以后，也是没土耳其的份。那土耳其就很恼怒、很生气，就问说为什么？其实他们西方人有一个他们张不开口、讲不出来，但是内心底下是事实的一个不可推翻的现实，就是他是穆斯林。也就是说，他们西方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嘛，基督教、天主教那他们对穆斯林基本上是保持相当的警戒跟敌意的所以土耳其是在整个欧洲最早要加入欧盟的。那欧盟他们强调他们是绝对没有种族歧视，他们绝对没有宗教歧视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宗教跟种族的问题不让你土耳其加入。可是土耳其就是进不了欧盟，申请了几十年，然后连前社会主义的国家东欧的波兰的等等等等，全部都入了欧盟，包括匈牙利都入了欧盟，但是就是没土耳其的份。土耳其什么边缘人？因为他是穆斯林，OK，他们在战略上需要他的位置，所以把土耳其邀请加入北约，但是北约的大部分的活动都没有土耳其的份。这个就是土耳其的宿命那因此呢，川普说他一句话就终结了这个埃尔多安不帮伊朗打仗，这根本是谎话。为什么？因为
埃尔多安他所领导的土耳其大部分是逊尼派的，而伊朗是什叶派的，怎么可能你逊尼派去帮什叶派跟美国人打仗，而他跟美国是北约同盟国而且不要忘了，土耳其国内有美国的军事驻地在里面，空军基地、战略轰炸机，还有核武都放在土耳其，那怎么可能这个土耳其跟美国打仗？这个我想都想不通啊！所以这个川普这个信口开河，这样讲话很不负责任的。好，那赫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到底开通了还是没通？对，看不懂没通，OK， 没通。海事局啊，他们也想办法要组织船队，要帮他们疏解啊，因为再不疏解，整个全球的不只是石油压力很大，运输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几百艘船困在那边，它等于是不能用了嘛。那已经从3月、4月、5月、6月了，困了3、4个月，几百艘船，你等于是全世界的物流就出问题了嘛？因为船困在那个地方就不能使用，可是船是要在海上跑来跑去的，它才能够把这些物资、把这些油、天然气送到海外去嘛，就不断的交易。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被困在那里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现在很大的困扰就是货运的价格一定会飙升，运输成本会上升，船会不够用。那怎么办？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它疏解。可是当他们要疏解的时候，大部分的船公司说我不信任你，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这个有些人他想冒险？因为他实在是船员也受不了了。你想船员被困在那地方，困了4个月，多苦啊！我们被困在船上，我们这个小舰长，台湾的海军是算爽军呢，很爽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海军因为我们都是白色海军嘛，就在台湾的周边游来游去，除了敦睦舰队跑的海上比较久一点，不然他们都在海上1个月大概都靠港1个月吧。有炙热的眼神。吨位不同，巡弋的时间就不同。你们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对因为我们的海军的时间不会很长哈。可是你想，被困在那个船上4个月，真的是草菅人命啊！这个真的是会不人道，也不应该的事。好，最后我要讲的地方是在为什么伊朗又开火？因为美国冻结的资金还没给人家嘛，就是双方停火，但是你没给人家钱嘛。当初这个协议明明白白的是说，一旦结束以后钱就要给了，到目前为止不给人家，你要当然开火啊。钱没到位，出事了。那舰长炙热的眼神背后，很多满腔热血要说。我们先说土耳其。那有关于历史的部分呢，赖老师已经帮我们说得很清楚了。但是美国之所以不卖 F-35，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也就是土耳其大开脑洞，他在2019年买了 S-400防空飞弹。你只要买了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的飞弹系统的话，你就不可能买到美国的逆中战机。为什么？因为雷达本身就可以征收这些逆中战机，然后这些讯号也可以存在这个装备里面，或者是传回它的母国。这个是美国坚持的因素。那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因为美国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你买美国什么样的装备，它都会让你这些资料不断的回传。F-35之前就被怀疑是不是有这一种把那个后门回传的能力，但是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就跟你的手机的 APP 一样，每一段时间就要upgrade。那 upgrade 的时候，如果你不 upgrade 也没关系，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 F-35就不能飞了。那这一个当初怎么炒出来的？就是当初川普因为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跟这一个乌克兰的 Mr. No Car， 也就是泽伦斯基大吵一架之后呢，那其实他就关闭了有关于卫星使用啊，或者是这一些有关于情资交流的部分，所以 F-16被关闭了，大家就开始问 F-35。那现在美国呢，真正要头痛的，也就是他在波斯湾的这一些
基地该如何的处理啊？我们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了，有约旦的，然后科威特的有3个，那接下来呢还有伊拉克的2个，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么多的国家，都所有的，例如说我们当初大家想到的，沙烏地这个苏丹王子那个机场。其实被攻击了。我们还有想到这一个乌代德，也就是在卡达的这一个机场也被攻击了。在卡达还有一个更贵的，台湾也有的长程预警雷达也被攻击了。这些通通要恢复的话，不是几百亿的事情，是几千亿的问题，是4000亿到5000亿。那美国现在掏得出来这么多钱吗？如果他掏了这么多钱出来的话，那糟糕了。我们等一会儿会讨论美国币值的部分，那我们就准备帮美国吸收这些问题啊。那我们不讲那么多基地，我们就看到他在巴林的第五舰队啊。第5舰队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位观众左手边的是 before， 这右手边的是 after。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雷达几乎被打了个遍，全部都变成一个一个黑洞了。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有关于第5舰队的，有关于它的雷达的部分。那只有这样吗？还真不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指挥部啊，指挥部也就是我红框框的这个部分啊，那整个原来左边是 before， 右边是 after， 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也被摧毁了。所以我们讲到，除了这么多的基地通通要恢复，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沉重的。所以他还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回到波斯湾？那其实他还在深思之中。好，董哥，我们怎么来看美国接下来他还有什么方法，或他就干脆不要回去了嘛？其实大家知道经历这几年这几场全世界的大战不管俄乌战争或者美伊的战争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所谓的大国没有那么强嘛，也是普通而已嘛。那时候讲的都厉害，美国最厉害就是偷袭人家，趁人家不注意偷偷打人家，趁人家不注意偷偷把委内瑞拉总统跟他老婆把他抓到美国，然后说我们很厉害，对不对？就这样，就是偷偷干。所以美国干的就是那时候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行径嘛，那川普现在去讲才会跟日本的首相才会有一些口角嘛。但我讲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现实我们现在其实全世界也都在看，川普认为说这美国还是像过去那么重要埃尔段就被我欠了，这根本完全不合逻辑，因为美国去打伊朗。然后叫土耳其说你去帮助伊朗来打美国，这不全世界不可能有这种逻辑嘛？我要跳出来跟美国为敌，不可能嘛？虽然美国不是很强，但是我没有必要嘛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那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看美国是在衰退，也没有错。那我们也要看其实美国的国内情况，譬如说我这几天看台湾的一堆国会议员去美国很高兴，他们最高兴。哎呀，韩国议院长见到裴洛西，哇，怎么样？总共见了40个，郑丽文才见到10个。我有时候看这种新闻，我讲，我们要有一点常识啊。你知道川普在美国最讨厌的人是谁？裴洛西呀，他死对头。那你说我跟裴洛西都好，川普看在眼里，你台湾在搞什么东西呀？这个女人最邪恶，他就讲她是邪恶女人，说在国会都在炒股票，国会龙头女王炒股票，他公开讲他。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要去国会做国情报告，季捷跟他握手，那时候裴洛西是国会议长季捷握手，这死对头，这个讨厌程度就好像赖清德跟那个陈廷辉的关系那种一样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真的要对国际形势有一些了解。好，让我来讲现在的美国情况，他现在很难收场，都知道在一个伊朗这边，他抽身变走很难干因为美国的。民意大家都反对打这场战争，现在又打了又不好，如果打赢了还可以吹嘘，现在又打得不好，所以他想抽身而退，可是又抽不了。好，那你今天看到了，所以川普就开始讲大话。好，那讲大话，但因为川普讲伊朗的话，每一次都印证是错误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还想把那个威风把它拿到中国大陆还有香港、澳门这里来，那这个更是。触及到中国大陆最不喜欢的这一点，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官会被限制？因为你们那时候在
帮香港那些反送中在搞事嘛。他很清楚，你们就是美国所谓的情报员、外交人员都掺在一块，你们就在那边想帮香港那些人搞港独嘛。这个那么清楚，中国大陆怎么会不清楚？所以川普觉得我去见习近平，我有个任务，我要请求他把黎智英把他放了，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嘛！人家国家他有自己司法的独立，你总统跟我讲一讲，我就放了。过去有个顽皮的孩子在新加坡刮人家车子，结果要被打屁股鞭刑。柯林顿总统去求饶，人家那个新加坡是很小的，照样打。我怎么可能不打？我有国格所以你今天看到了他们希望说能够让他们去澳门，那些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劣迹斑斑。你讲了这件事情，反而勾起中国大陆的新仇旧恨。你们故意在中国各地搞，要让人家独立。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你们都在搞这一套，那人家会看不清楚吗？我觉得美国真的要审审了。所以现在呢，中国大陆感觉上就是该打就打，然后该拒绝就拒绝的一个情况。不过刚刚董哥也提到了，美国常常就是忽然间出其不意的做一些偷袭的行动，其中包括委内瑞拉的总统不是睡觉的时候被抓走了嘛？好，现在委内瑞拉39秒内发生了2起的地震，而且是浅层的大地震所以当然造成他们国内很多的伤亡现在至少是235人死亡，4500人受伤的状况饭店大楼都倒塌，整个建物都严重的受损首都的邻近的这个卡拉卡斯的拉瓜伊拉也受灾非常的严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一名女子，她就被这个救难人员从废墟当中救出来。好，众人真的是合力把她给救出来可以看到呢，这倒塌的土石把她压住了，最后顺利救援成功那当场呢，当然她也是非常的虚弱，必须要赶快的来进行一些医疗的救治了。那接着呢，就来看到了强震让委内瑞拉现在会不会出现一些缺口就是这个破口出来了，那可能美国就要见缝插针了吗？好，我们来看到这场震灾可能让白宫进一步扩大对委内瑞拉的影响力，尤其美国掌握了军事威胁、石油收入还有司法资料3大筹码，所以委内瑞拉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更加的依赖？好，那再来看到委内瑞拉的强震，美国宣布要派遣军舰跟飞机展开人道救援。那美国军方周四宣布说要紧急派人来支援，不过人出现了没？那现在网友就说，你抓马杜洛只花1个小时，结果人家这个现在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你说要出去，结果到现在人在哪里？还没到，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效率是怎么回事？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个美国还没到，但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已经呢来感谢中国的援助了。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A esta hora tenemos reportes de 32 fallecidos, sin contar aún con las cifras que pueda arrojar el estado La Guaira y más de 700 heridos que hemos estado recibiendo en emergencia tanto de hospitales públicos como de centros de salud privados. Hemos también recibido manifestación de apoyo para envío de ayuda humanitaria por parte d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还有我们刚刚不是在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开关嘛，然后之前还有说过去要收通行费说什么要付什么钱，这样子也是吵翻天。主要就是美国真的很担心美元的这个这个霸权会消失，而且现在还真的有可能，因为越来越多的问题出来了。巴西现在将会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的熊猫债的拉美国家那你再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就会见了巴西的财政部长。那双方呢，其实呢就双方来进行一些金融实务的交流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现在他们的人民银行还授权南非非标准银行及中国商银来让这个非洲人民的这个非洲人民币可以用人民币来联合清算。好，那再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中国跟巴西也好，然后跟所谓的非洲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也好，现在连在这个币值上头的一个霸权也开始慢慢的来变化或扩散了吗？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资金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流动性的，所以呢
很多人都跑去跟中国借钱了耶。华尔街正在盘算的下一盘的大棋就是人民币，认为人民币才是最大的底牌哦。好，那我们来看到是因为钱在中国便宜，中国有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外国银行在中国发猫熊债，那么借款的利率大概在1.7%到2.2%。一笔几十亿的融资下来，你算一下，它可以省下多少的钱？所以便宜的钱在中国咯。那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呢，越用越多。那这下到底谁是币值的霸权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柬埔寨的参议院长这个议长哦。这个洪森就抵达了北京，展开所谓的友好访问，而且动作频频哦，因为他任内呢至少呢是15次，而且4月才曾经到北京访问，结果他又去了，所以呢，他是不是想借着访中来明示，就是柬埔寨不会因为美国的援助进行摇摆，他对中国的基本盘是不变的，而且依旧非常的坚定。老师，我们怎么来看？您刚刚提到了马杜罗，委内瑞拉的前总统啊，被美国非法的绑架，那现在被关在美国啊的这个等待这个美国法律去审判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这个坦白说是不合理的事。但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来讲，他认为阿姆利奇面哦。这句话好像很熟悉哦，这个好像是我们的那个以前的那个陈水扁讲过这句话啊，莫里奇面诺啊，这个啊，其实他美国给全世界做了一个示范啊，如果有一天啊，大陆或者怎么样把台湾的谁啊带回去审判。然后你说你表达抗议，他说不利奇面诺，人在我手中，不然你要怎么样嘞？然后每个台独的定位他都清清楚楚，也都知道你住在哪里，你怎么活动，你常去哪里啊？例如说以前有个人常去8000块一个晚上的一个月的那个不是一个晚上，弄错了，是8000块一个月房租的地方，那都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啊？下班以后啊，好，不管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既然你美国把人家总统绑了。然后派了一个等于是太上皇一样去进入委内瑞拉，来监督委内瑞拉的政治的运作，而且要委内瑞拉的石油什么都听你的啊，币值也都要听你的，还有他的原来已经装船的那些重油都要运到你美国去，还有你的石油买卖的时候要经过美国这一手，由美国来定价，你都管到这么细了。那现在委内瑞拉发生这么重大的灾难，你要不要救？要。但是只有嘴巴，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美国做不到？因为他没有能力啊。为什么他没有能力？因为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嘛，他没有这个本事嘛。原因很简单，夏威夷大火去年发生，烧得一塌糊涂，结果美国的海军总部就在太平洋司令部就在夏威夷，我没看到他们军人有出来帮忙啊，没有，整片烧掉，他们的军人没有出来帮忙。好，加州也发生了大火。也烧了很久啊！去年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做报道啊，做探讨，然后烧了很久。美国的军队有没有出来帮忙？没有。但是他们要国防预算的时候毫不手软。这次到伊朗打仗，他们的一本账到国会说：“我们没有你们传说的花了600-700亿美元，我们只花了300-400亿美元。”但是他一口价要670亿，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你只花了这个200-300亿、300-400亿吗？你怎么一口价要了670多亿？那这个不对啊，这个斗不起来啊。原来他真正的就花掉了几百亿美元，要钱很快，然后帮忙做不到。他怎么可能会去帮委内瑞拉？嘴巴讲，美国人要帮你的时候，永远是一张嘴巴。在台湾台独，拜托，他永远是那张嘴巴，你不要信他。怎么办嘞？如果美国人身上长了2张嘴巴，要信哪一张？还是真的都不能信？进广告。好，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刚刚不是来跟大家说，抓人速度非常快，但是救援哇姗姗来迟，也不知道会不会到哦。那我们董哥怎么来看？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委内瑞拉这个灾难，其实全世界能够救的都去救，但是因为委内瑞拉前面他的总统跟总统夫人就被美国抓走，所以才有这一段故事。那这个其实整个波涛你就可以看到，美国认为美洲还是他们应该掌控的。
这就1823年门罗主义又再次，现在叫做川罗主义，就川普自己在搞。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变化最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巴西啊，巴西原来的总统叫波索罗纳，那他选输了，2022年他跟现任的总统卢拉选，他选输了，他就搞政变。他政变搞到什么地步？他派人要去刺杀鲁拉，还有副总统。如果总统被刺杀，副总统接着我连你也一起杀啊！如果副总统又输了，谁当？最高法院的院长当，他连那个也要刺杀。所以最后就是他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所以他是川普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他号称巴西川普嘛。川普一直挺他，要求鲁拉要给他特赦，不准关他怎么样。鲁拉理都不理，所以川普那时候在搞贸易的时候，巴西被克50%，他就故意要恶整他。那恶整他，当然巴西全国群情激愤，你美国太过分了，对不对？弄这样，所以波索罗纳被判多久？你知道，27年3个月。这个是已经实际的判国，而且他还有其他的罪还在判。他的儿子叫爱德华，他就去游说美国，一定要抵制巴西，给巴西活不下去。那也被人家告了判4年6个月，就说你怎么可以？你这叫美国来对付自己国家，哪有这种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这个对巴西来讲，他们也只有一条路，他就跟中国大陆亲密嘛。那他有很多东西中国大陆需要比如说大豆，你不要跟美国买，来跟巴西买。他就是有非常多的，因为他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嘛，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你如果跟中国大陆做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说他还是比美国靠谱，不会翻来覆去嘛。那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这边的整个南方市场，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要。这个对美国来讲，它就有威胁性。所以在美元将来的地位，这边可能就会受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好，如果经济的板块开始出现了转移，那么呢，这个货币的霸权恐怕也会有改变。进广告。好，持续回来哦，舰长，我们要来听听您的说法了。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救灾呢，总是慢半拍，或者是你等美国可能是等不到的。那但是如果美国想要你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我们来看这是这个礼拜所最新那个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公布的。奇怪了，这里不是就有一艘罗德代堡号的一个船坞运输舰吗？不是就在委内瑞拉的北边吗？你为什么不去救灾啊？这是我们的疑问啊。那这也就是你说人家可以吗？奇怪了，你的这一个我们讲到你的这一个气垫登陆艇